今天美媒爆出，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在台驻军训练台军。蔡英文狐假虎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挟洋自重还是自不量力？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今天美媒爆出了台当局蔡英文承认美国在台驻军的惊天消息。接受美国著名新闻媒体 CNN 询问在台湾地区是否真的有美国驻军时，蔡英文明确表示 Yes。 目前美军正在台湾地区训练台军，此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举严重突破底线，并且美国军队无论以什么理由驻军，都是引发台海冲突最危险的因素之一。胡锡进还称，如果台当局认为即便美国在台湾有军事人员，而大陆又没有采取必要手段，就认为今后会平安无事，大陆会坐视台当局挟洋自重，勾连美军侵犯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出格行为毫无反应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大陆具有绝对的能力阻止这一切，哪怕是台当局打算为了分裂国家，不惜鱼死网破，那么其结果也只有鱼死，不会网破。消息发酵时，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紧急出来灭火，接受质询时诡辩称美国军队并未进驻台湾，而是协助台军队的训练。但是这也改变不了美国在属于中国这个主权国家土地上部署军队的事实。虎哥认为，目前单论军事实力而言，大陆军力在整个亚太地区都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军事力量。美国就算胆敢与台方蛇鼠一窝，挑衅中国国家主权，那么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其完全无法承受的。目前美国在亚太的驻军已经趋于稳定，面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中国已经完善了 A2AD 战略之后，所谓 A2AD 战略就是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这个战略的具体内容就是专门为了应对敌方介入战略的反制手段，在禁区内能够完全的制止第三方对于我国的入侵和干涉能力。也就是说，通过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震慑潜在的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敌方不知好歹，执意要入侵我方禁区，那么我方也完全拥有足够的实力制止敌方，让其不能达成战略目的。目前中国的 A2AD 战略整体的5倍框架已经成型，此战略已经整合了关于海陆空天的4种武器资源，可以在确保我方绝对的安全下，针对敌方进行毁灭性打击。海上由我方的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组成的海上大型编队，对重要战略海域确保绝对控制，同时时刻准备反击敌方来袭作战部队。空中有我方战略轰炸机、隐形战斗机、高超音速无人侦察机、无人攻击机、预警机等战机，形成一套空中动态防御网，对敌方随时准备反制作战。我军的轰炸机最远可以打击8600千米的敌方作战目标。陆上则由数量众多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组成，包括反舰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可以确保在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抹平敌方前沿的港口、机场、军事基地等重要目标。其中反舰弹道导弹则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主要负责的打击目标就是敌方的航空母舰。天则指的是卫星侦察系统，通过先进的北斗卫星系统，可以实时观察敌方基地、航母等具体动向，为导弹提供中继制导，充当天眼的角色。因此，如果美国胆敢勾连台当局引发冲突，那么结果将是非常悲惨的。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美国的亚太空军基地第一时间将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所破坏，那么这将标志着在一段时间以内，美国将失去制空权的保障。不仅如此，其海上力量将遭到我卫星、无人机、预警机为主的侦察体系的密切监视。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海上力量将被我军数量众多的反舰导弹以饱和攻击的方式全部击沉。如此一来，美军将陷入失去制海权的困境，
那么同时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美军将面临失去补给和遭到我军海陆空三军的立体打击。这种结果对美军来说毫无疑问的是灾难性的，美国的驻军将被成建制抹除，这在美国历史上将是绝无仅有的惨败。这一点美方显然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参谋联席会议副主席海顿上将也曾公开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虎哥认为，台当局包括蔡英文在采访中爆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试探我们的底线，通过狐假虎威的方式看看我们的反应。但是挟洋自重注定是徒劳无功，他这一脚是踢到了铁板上。在他讲话后不久，我国台办、国防部等部门都发表了对于此事的回应，称无论美台如何勾连折腾，对我们来说都是徒劳的，祖国的统一完整和主权保障必然不会受到任何侵犯。